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如何看待配偶有外遇？徒弟，最近几天，弟子老是在想一件事，像着了魔一样，就是我的丈夫有了外遇。我也知道这是我的业障，但是就是想不开，我该怎么办？师父开示：记住，你们想修行的在家人，要把夫妻关系当作修行中最容易磨练自己的一个方便，就是不要把夫妻关系当成一般世俗人那样的爱情关系，而是要把夫妻关系当作自己修行的一个对境。比如，夫妻之间容易吵闹，通过夫妻之间的情绪碰撞，或者通过共同处理一些事情等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的考验自己对习气、烦恼的降服，尤其是考验自己对世界了解的透彻度够不够。如果透彻，那一定不会陷在情绪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经常摩擦，经常反思，慢慢就会进步。至于丈夫有了外遇，这事情你们可以冷静下来商量，不要吵，不要闹。为什么商量呢？因为大家在一起就是个缘分。古时候，一个男人好几个老婆，妻妾成群。即使是现在，也有好多种婚姻方式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说这话不是鼓励找外遇，而是因为他有这个缘，没有缘怎么会发生？或者他们要新造这个业，但那是他们的因果。对你来说，或者也是你自己的因果，那怎么办呢？大约有几种处理的方法。第一种，你接受这个事实，从心里放下这件事。东北有一个100岁垂印老人说：好人好自己，坏人坏自己。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。他40来岁的时候，老公死掉了，但他仍继续睡他的觉。他说：这人啊，死了活了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。他都不哭，别人都笑话他。还有，老公都死了，他还这样。他就是这样。他非常懂得修行，忍让、修德，他了解很多东西。对子女、父母以及邻里之间的教育，全是纯粹的佛法。老人家修行非常好，因为他看这个世界很透彻。那么对照一下你，现在老公有了外遇，你就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，高姿态的接受，跟他商量商量。你就是非要这么做吗？如果非要这么做，那你就做吧。但我提醒你，一定会有不好的果报。我没关系啊。第二种，静下来，多沟通，让他回归正常。一般人都会希望是这样的，但有时候，这种处理法需要双方都有智慧来正确看待婚姻和家庭。其实，有的修行人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慢慢在修行的，在家也是可以修行的。所以，
通过沟通可以处理很多事情。第三种，你实在忍不下就拉倒喽，就离婚好了。对一个修行人来说，最关键的是护持自己的心。如果你现在把心丢了，那就完了。当然，你的心也丢不了啊，所以你也没失去什么。老公只是你这一生几十年的缘分，这辈子在人间几十年，相对于天上连一天都不够。人间50年是4天王天的一天，如果短命的，相对天上来说，半天就结束了。这点时间算个啥呀？人间30-50年，70来年，又要生儿育女，又要工作上班，真是没有多长时间。我们来人间只是了一个缘分而已，我们的重点是修行，所以对修行人的整个生命来说，没有多少时间来纠缠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要实在忍不了就分手。分手后，不是自己刚好有时间可以更好的修行吗？其实不管分手不分手，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看开。如果你能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不分手也行。如果看不开，放不下，分手了也痛苦。你仔细考虑一下，如果你认为是他欠了你，做的不道德，或者他真的做的不道德，那么他的因果将来他自己要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不是他不道德，那就是多生多世你欠了他的因果，那么你借此刚好还了他，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关键还是要仔细想一想，人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如果是修行重要，那一般来说，处理这个事都不会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真学佛，就看不开这个事情。如果真学佛的话，就会觉得无所谓。